吴飞燕的专机抵达雍州机场之后，没有经过太多准备，便准备直接飞往澳大利亚。按照飞行计划，他们和来时一样，要在澳大利亚补充燃油后，一鼓作气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。吴飞燕乘坐的飞机正在雍州机场右侧跑道滑行起飞的时候，叶晨与林婉儿乘坐的私人飞机在雍州机场的另一条跑道降落。一辆奔驰越野车已经在机场停车场停好，叶晨与林婉儿出了机场之后便直奔停车场。在找到这辆越野车后，叶晨从左前轮的上方内侧摸到了一把车钥匙，随后他用钥匙解开门锁，与林婉儿一同坐上车，直奔10万大山的方向疾驰。副驾上的林婉儿心里总是有些惴惴不安，她觉得吴飞燕忽然匆忙离开10万大山，这证明10万大山肯定有自己和叶晨都没预见到的风险。但是林婉儿并没有劝叶晨放弃，因为林婉儿心里很清楚，自从叶晨与他的外公外婆相见之后，他便一直很想知道父母当年到底发现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并且与他后来得到九玄天经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。所以对林婉儿自己来说，既然叶晨想去一探究竟，那自己便义无反顾地陪着他一起。此时的叶晨心里多多少少也有些担忧，可是父母与长生之秘、九玄经序的关联是他一直想要探寻的关键，他迫不及待想要弄清这其中隐含的一切，而10万大山极有可能便是这一切的源头。所以即便是危险，他也一定要到10万大山一探究竟。吴飞燕昨天是开车来的10万大山，离开的时候车就消失了，而且也没有那辆车驶出高速的影像记录，所以叶晨推断他大概率是在那段高速公路的某个节点将车藏匿起来，同时人也从那个节点离开高速公路。所以叶晨的打算是先开车到吴飞燕消失的那一段高速公路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吴飞燕留下的踪迹。在接近吴飞燕失踪的那一段高速公路时，叶晨便开始释放出灵气感知四周，尤其是高架桥下的山谷。2-3吨重的汽车不可能凭空消失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藏身山谷之中。在穿过无数条隧道之后，叶晨忽然间放慢了车速，他在出高速后将车辆靠在了应急车道，指着对面的反向车道对林婉儿说道：“吴飞燕应该就是从那里下去的。”林婉儿好奇地问：“公子怎么知道？”叶晨道：“他的车就在下面。”林婉儿微微一惊，开口道：“他是从这里跳下去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应该是先把车丢下去，然后人再跳下去的。林婉儿连忙问：“公子该不会也要从这里跳下去吧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不会，要不这样，你开车从下一个出口出高速，到镇上等我，我从这里下去。”不，林婉儿下意识地抓住叶晨的手，紧张地说道：“奴家要与公子一起。”叶晨无奈一笑，打开中控上的地图，指着两人所在的位置，以及吴飞燕再一次出现时的那个乡镇的位置，对林婉儿说道：“现在只知道吴飞燕是从这里下去的，然后又从乡镇出现的，但吴飞燕实际去的地方还不能确定。如果她去的地方离这两端比较近，那倒是还好说；如果比较远，那她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一个边长很长的锐角，要搜寻的范围就会变得非常大。你要是真的跟着我下去，我怕你吃不消。”林婉儿坚定不移地说道：“奴家要去，只是可能需要辛苦公子稍微照顾奴家一下，迁就奴家一下，但奴家还是想跟公子一起。”说着，林婉儿抿了抿嘴，低声道：“奴家怕万一师公他老人家还活着，公子贸然扰他清修，会惹来祸事。奴家虽然没见过师公，
但真若是见了面，奴家还能用家父这层关系与他老人家套套近乎？叶晨沉默片刻，看着他问道：你觉得孟长生还活着？林婉儿点点头，原本奴家只是觉得师公还活着也并非不可能，存在一定的小概率活着与仙逝的可能性，大概19至多28的样子。说到这，林婉儿语气十分认真地说道：但奴家现在觉得师公活着与仙逝的可能性大概在73甚至82。叶晨惊讶地问：为什么你现在更相信他还活着？林婉儿道：因为奴家看过了机场的全部监控视频，一点点看着吴飞燕到机场安检过海关，然后看着他候机登机，镜头里的吴飞燕表情一直都有些慌乱，看得出他心里一定很害怕。在奴家的认知里，这个世界上能让吴飞燕如此忌惮的，除了师公，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人。叶晨皱了皱眉，开口道：吴飞燕走的虽然很狼狈，但至少也算全身而退了。如果孟长生还活着，吴飞燕此番找上门来，孟长生又怎能让他全身而退？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况且无论是从你这里，还是从孟长生最早那位记名弟子的后人那里，都能印证出他的生平。他公元664年出生，1663年大限，正好1000年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那岂不是意味着他300多年前就找到了让阳寿突破1000年的方法？若是那样，他现如今的实力恐怕早已出神入化，无人能及。吴飞燕差他这么多，都能组建起庞大的破清会，他又怎能心甘情愿藏身于10万大山之中？林婉儿面露担忧地说道：公子说的这些，奴家也想不通，这其中许多事情奴家都想不通，所以奴家才会担心。说着，林婉儿想起什么，看向叶晨，紧张地说道：公子想想普查之母，300多年前，奴家在天池边亲眼看着他渡劫失败，300多年来，奴家一直坚定地认为他已经烟消云散，可谁能想到，他竟能为自己留下一线生机，然后在时隔300多年后找到契机重生。叶晨面色一沉，惊讶地问道：你的意思是，孟长生有可能也在寻找这样的契机？林婉儿严肃地说道：奴家不敢肯定，但奴家以为，既然普查之母都做的，那师公或许也能做的。公子千万不要低估人的求生欲，人越老求生欲就越强。一个活了1000年的人，求生欲一定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。为了能活下去，他不知会付出怎样的努力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并订阅。